哎，老板，哎，老板，我刚刚不是说要这一荤两素2块的吗？哎，老板，你看看你仪表堂堂，是不是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你就应该吃3块的。我不是什么老板，也不是做大生意的，麻烦您重新打吧，谢谢啊。你看看你的样子，你会缺1块钱吗？我是不缺1块钱，但是花钱吃饭这种事儿，得顾客自个儿做主啊。好，好，好。哎呀，你做主，坐那吃。请问菜点好了吗？哦，可以。怎么，竞标失败，就只能吃这2块钱的路边摊？看来拿到订单的徐副总是来这高级粤菜馆吃大餐的吧？这一顿少说得200吧。唉，有钱真好。哎，我能蹭一顿吗？能？哦，有人请你吃饭。坐吧。虽然是2块钱的快餐，但也不能浪费。小夏，把菜单给他。不知道你要来，你看看想吃什么就点吧。不用了，王姨，您还不了解我吗？我从小到大，不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不挑。服务员，加2个菜，凉拌海蜇丝，1份烧鹅，谢谢。阿姨，您先动筷子吧。好，那咱们就开始。吃菜。徐迟，给。哎，谢阿姨。小夏。王爷，5年没见您了，很想念您。我很怀念沈叔当年在的日子。这5年我很内疚。我从小，您跟沈叔就把我当自己家人看。我也除了我的父母以外，你们是我最亲的人。我也很怀念你沈叔在的日子。我们也确实曾经把你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待，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去了。徐迟，吃啊！哎，5年前您带着小夏离开华旗的时候，我也一直没找到机会跟您说声对不起。当时没说，现在也不用再说了。你也吃菜。王爷，我第一次来深圳就见到了小夏。那个时候，小夏就跟我说，对他而言，您就是最坚实可靠的避风港，也是一座大山。他从小在这座山下长大，也愿意留在山脚下，与他相依为命。但我当时就告诉过他，
无论这座山有多么高、多么大，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翻过它，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跟小夏一起留在山脚下，来保护着这座大山，与它相依为命。我下午公司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小夏，你不送我去车站吗？王爷，我这5年里啊，我在3家公司奋斗过，我现在拼尽全力的想要去当这个销售经理，就是为了让厂里改造新的车型，这样就可以造出属于我们华汽最骄傲的名卡来。这些都是为了拯救华汽，我不能让华汽熄火啊，因为华汽是当年沈叔用生命保住的。华汽竞标失败，濒临破产。我问你，你拿什么给沈夏未来？当初是我错了，我看错了你。你根本就不是齐天大圣，你就是只遛耳猕猴，假的真不了。无论你是多么大劲儿翻跟头，你也翻不过108000里。我要去火车站了，小夏，结账吧。王爷，我去送你。不用。你好，这是您的账单，请核对一下。长安，好多年没听到你管我叫长安了。之所以叫你进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那件事情已经过去5年了，我心里已经放下了很多。我告诉我自己，我能做到的最大让步，就是不再恨你。但是余生，凋谢风荷叶，泛黄的容颜。沧海桑榆天，也曾少年。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别说我，一生之间，我这2块钱快餐都没浪费。这200块钱的菜更不能浪费了，是吧？轮回的四季，带走1年。风干的眼泪，皲裂思念。你乘风破浪，多少潮起潮落，偏爱的故事，多少
缘起缘没，让时光慢慢奔跑，你慢慢的来。此刻遇见你刚刚好，让岁月如歌曼妙地唱，轻和耳边绕。每次醒来，你在对我轻轻地笑。每次醒来，你在对我轻轻地笑。各位尊敬的商务伙伴，经过瀚海公司招标评委会评议，德国威曼南方分公司综合评分排名第一，成为此次重型卡车招标的中标方，恭喜他们！我就说吧，肯定会是倾盆大雨。这给你们用吧。只剩下你在这熟悉的路，看到失散的威曼大众花区副总经理徐迟，尼刺客。请出示3证：身份证、边防证、暂住证。哦。哎，哟，对不起啊，我没带包，在招待所呢，要不我给您拿去。带走。哎，不，干嘛呀？我是没带，我又不是没有。要不您跟我去招待所看去，在我们这儿见证放人。带走。走。哎，进去。我要3证报我出去！我警告你啊，再喊就是扰乱公安执法，处罚可就严重了。你谁呀？兄弟，你有3证还怕什么呀？再这么闹下去，可真出不去了。坐下歇会儿。好关系啊！哎，我说你几个意思啊？啊，抢我座位啊！别踢我！我踢你咋了？你小子几个意思啊？嗯，让你别动，捆你了是吧？哎，这什么地儿啊？啊，还闹呢？再这么下去，成打架斗殴了啊，性质可变了。没事吧？算了吧。好，我，我给你送3证了，出来。爸。
建儿同志，我能不能出去打个电话呀？我这3证落在招待所，让朋友给我送过来。哎，谢谢啊。对不起，先生，我这里真的查不到杨薇薇小姐的住宿。那你再帮我查一下叫露丝的露丝小姐订的房间。露丝，这是英文名字吗？请问中文叫什么名字呢？中文名？哎呀，中文。对不起，先生，如果您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这里是没办法帮您查询到的。怎么找不着人？我再打一个电话，好吧？谢谢。哎，喂，徐师，我是艾长安，这么晚还加班呢？那个，我就不卖关子了，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的这个3证啊，落在了福田路的迎宾招待所，我出门的时候吃饭忘带了，现在被抓到派出所来了，能不能帮我送一下？但是这事儿，麻烦你别告诉沈夏行吗？徐师。兄弟，刚才谢谢你。嗨，没事。你怎么样啊？找着朋友了吗？电话倒是接了，没人说话。哼，我劝你还是另想其他辙吧。人一句话不说，摆明了是拒绝你。哎，你是干什么的呀？打工的。打什么工啊？汽车制造厂。是什么汽车制造厂？不是，你怎么话这么多呀？我正烦着呢。陕西华汽，你知道吗？就是陕西那个华腾汽车制造厂啊。你来深圳卖车的呀？你买啊？我可买不起，我就是个小司机。不过，我们瀚海开发集团肯定买。你不信啊？我给我们吴总开车那个，听他打电话说今年要更换一批新的卡车。我们集团是香港合资，主营房地产开发的，省内啊就同时有6个项目在做。我觉得吧，至少置办100-200台大卡车。哎呀，大妹妹呀！不是，哥们儿，哎，你怎么就能确定你们公司会买我们华汽的车呢？哼，我们吴总创业那会儿啊，我就跟着他了。我们吴总经常提起，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是你们华汽的一个人把他从火坑里拉出来了。哟，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生意是越做越好，他也越来越忙，但他对那个人啊，一直是念念不忘。兄弟，你要真有本事，
就把吴总的恩人请出来。这恩人一开口，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所以说，你们老板跟我们华蟹还挺有缘分。哎，这趟局子没拍尽啊！哎，哥们儿，你怎么称呼啊？咱们俩要是都出去之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你们老板？大长，哎，有人给你送3证了。啊？哎，哥们儿，我先出去了。那个，你3证在哪儿呢？我帮你拿去。好，你是华气的人，念吴总那份情，我信你。哟，我的3证在吴总的专车上，是一辆黑色的奥迪100。你明天清晨拿了证赶紧走，千万别让吴总发现啊，不然他就把我给开了。好嘞，来。哎，不是，你们公司叫瀚海，我姓周。对，瀚海集团，你姓周，你老板姓吴，黑色奥迪100，对不对？好嘞，我等你啊。找到了。啊？哎，就是他，周德俊，没骗我。那吴总怎么说他没有司机叫小周？你们是谁？怎么在我的车里？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不是偷车的，我们小周是朋友。这钥匙是他给我的，来帮他拿东西的。你是从华气来的？啊，去过哈密？去过呀，您怎么知道的？买过一车哈密瓜。我是八里坤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我姓吴。哟，您是当时卖哈密瓜那姐姐吧？是我。哎呦，这我这没认出来，这5年没见了，你这没认出来。吴志梅。你好。我应该比你们大，叫我吴姐吧。你们认识啊？认识，当年我跑车的时候在哈密认识的。啊。哎，您姓吴啊？哦，您才是这瀚海集团的吴总吧？哎呦，这才是吴总呢。你是我的恩人，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挺惭愧的。哎，不好意思，我叫艾长安，这位是我华系的同事，叫杨薇薇。你好，吴姐你好。哎，长安，哎，你怎么会认识小周啊？他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没听他说认识华气的人啊。你说这不巧了吗？我们2个都因为没带这3证被抓去派出所了，就这么机缘巧合下认识的。哎，吴姐，您能帮我个忙吗？你说。就是小周出来啊，您别开除他。这样吧，我不去开会了，你去把小周接出来。好的，吴总。走，去我办公室聊聊。哎，走。来，1、2、3，这不好意思，3证啊，行吗？哎，可以。吴姐，您的钥匙。我今天啊还托人在打听你的消息，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嗨，当年一个举手之劳，让吴姐记这么多年，是我的荣幸。当时你能拿出身上所有的钱来帮我们渡过难关，怎么能算是举手之劳呢？长安，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如果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吴姐，吴姐，你们瀚海集团是不是要给车队换一批新车呀？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瀚海集团毕竟不是我个人所有，我还得对其他的股东负责，而且集团的大宗物品采购都是需要进行招商的，卡车也不例外。如果你们想卖车，就来参加招标吧。长安，公私分明是我的做事原则，我希望你不要怪我。哎，不会，怎么会怪您呢？
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破坏了您的原则。嗯，不过我们这一趟也不想白来，吴姐，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在深圳，我们华企到底有没有发展空间？这次你们到广东还去了别的地方吗？没有。这几个月啊，我一直在跑，我发现已经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繁华了，整个南方都活了起来。当然，发展最迅猛的呀还是特区。我敢断言，在接下来的几年，南方市场对卡车的需求量会非常的旺盛。据我所知，深圳有一部分不缺钱的大国企是直接购买进口的新车，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公司和车队是选择进口的旧车，比如说像我们瀚海。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进口的车比国产的车贵，但是公司仍然愿意选择进口的车吗？因为进口的车故障率低，运输效率高，使用寿命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卡车的总拥有成本比它的价格更重要。也就是说，价格不是关键，质量才是关键。也不完全对。如果你们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价廉物美，我相信有更多的公司会选择你们的卡车，包括瀚海。来，你们看看这个，怎么样？咱们说归说，闹归闹啊，人家这 AX90这么多新技术，瞧瞧啊，瞧瞧人家这12升的发动机的数据啊，最大马力420匹，最大扭矩1730牛米。哎，不去，你看这个啊，你看这儿还有空气悬挂，真是高级呀！薇薇，还得谢谢你，要不是和你去看了德国威曼的展销会，我现在还是一只井底之蛙，在这呱呱乱叫。现在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咱们华汽的重卡和德国威曼这些进口的重卡相比，简直一个就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下的烂泥，这差太远了。哥几个，现在外面的人都说咱们华汽是只快死了的鸟，怎么扑腾都扑腾不起来了。就连徐迟，咱们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都认为今天的华汽已经不堪一击，到了要熄火的时候了。我听徐迟跟我说这些话，就像是一根根针扎在我心里。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华汽人，我绝对不允许别人把咱们看扁了。我要让他们瞪大眼睛看清楚，咱们华汽有能力造出好的卡车，更有能力卖出好的卡车。好，长精神，长安，我何小军一定挺你到底。为啥威曼的设计师要这么设计？因为车是给人开的，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切以人为本。没错，一切以人为本是咱们华汽要向威曼学习的理念。拿给大家伙看看。大家现在看到的图，就是空调卧铺重卡的简单构想。我师傅何启山曾经告诉过我，在咱们7吨重卡的研发初期，本来是想把空调加进车厢，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对，还真有这事儿。退伍前，我是一名汽车兵；退伍后，我回到华汽当了几年的试车员。我深知，对于卡车司机而言，最难熬的季节就是冬天，还有夏天。这一到夏天，车厢内就像是个大火炉一样，这司机就算不中暑，也得脱水。这到了冬天，卡车司机的双手冻得像个大红猪蹄子似的。大家说说，这车还怎么开得好吧？但是装了空调就不一样，冬暖夏凉，卡车司机舒服了，这车开得也就更长了。加装了卧铺，就更简单易懂了。许多卡车司机连续几天几夜的在路上，如果
果能在车里睡上一觉，醒来之后再去赶路，这不就能大大减少交通事故吗？这个图我拿给我们三产的所有司机去看，他们都连连叫好啊，说如果能开上这样的卡车，那得多幸福啊！国外啊，早就有人聊了，是吧？二厂啊，咱们厂的情况呢，大家伙都知道。假如说要研发你所说的这个空调卧铺重卡，筹集资金艰难先不说，如果真的研发出来了，你怎么有信心它就能有销路呢？杨总会计师，您先请坐。同志们，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许多有钱的企业还有车队都有购车需求。我相信，只要咱们华汽的重卡设计好、技术好、质量好、价格还便宜，就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虽然现在我没办法像太平同志一样拿着大订单给大家看，不过我爱长安有信心，只要咱们华汽能够生产出符合当下市场的重卡，咱们华汽就一定能够收到源源不断的订单。媳妇儿，我觉得就是长安这些想法的确是挺好的，但现在咱们厂的情况是举步维艰，你要跟太平那个实实在在合同比起来，我就担心长安比较吃亏。那倒未必，长安哥说的在理，我支持他，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投他，你投谁我不管。行，感谢各位，我的演讲结束，谢谢。这在挺哭。好的，感谢爱长安。现在我们所有竞选人的演讲全部结束，下面开始现场投票。洪老板，我已经帮你说过好话了，但沈总还是不同意你来做代理商。我是给你帮忙的，结果我先挂掉了。哼，你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谁让你提前走漏风声了？我可是让你在签约会的时候才站出来的。我就是想稳妥一点，提前通知几个人，做做声势。我可都是为了你才成这样的，你可不要害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刚刚可是一直在替你说好话，可他们俩坚决不同意你来做代理商。再说了，我们深圳直营中心的工程不是已经给你小舅子做了吗？如果以后还有机会，你不要讲以后了，就讲眼前嘛。那广州不是要开一个？广州的工程如果再给你小舅子做，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们俩之间有关联。大不了我在外面找几个朋友。不行，风险太大。我还是那句话，这次我是给你帮忙才落得这个下场，可我一点责任都没有，你自己看着办。等等，不行，这销售经理不能交给葛太平。葛太平票数可是排第一啊，这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销售经理。那你给大家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行？知子莫如父，他肚子里边有多少墨水，我比谁都清楚。销售经理对华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担子他扛不起。扛得起扛不起，那得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知道嘛。这次咱们对这个年轻人委以重任，不是就要放开胆子迈开步子吗？邓小平同志都说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一样。
所以咱们看准了的就要闯，就要大胆的干。书记的话我同意。葛太平同志是工人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咱们就这样推翻了不作数，我们工会不好向工人们交代呀。那对不起大家了，我今天就必须一言堂了，由这个排名第2的艾长安担任销售经理。葛厂长，我不同意。他艾长安没本事拿第1，他就没资格当销售经理。杨总，廖总，艾长安这个方案，从财务上还有技术上，3个月的时间，你们2个觉得有没有希望？说句实话，我认为就是一场豪赌，就是把华汽所有的家当全都押上了。但万一车卖不出去呢？那华汽可真的要破产了。厂长、书记，这个风险可不小，你们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我有不同的看法。虽然这次是场豪赌，但是有很大希望能赢。艾长安的方案一看就知道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搞出的设计，在技术上3个月没什么大问题。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卡车只要推向市场，是一定会受欢迎的。那这样，咱们先成立2个销售部门，葛太平带1组，艾长安带2组，人员呢让他们自己选。陆经理，我还是那个意见，我不同意艾长安带2组，他不配。艾副厂长，这个只是一次摸索，也是一场比赛。3个月之后，看他们的销售业绩，谁的销售业绩最好，咱们最终让他当这个销售公司的经理。但是有一样啊，我得先说好了。到时候结果出来，谁也不能提出什么异议了啊！葛厂长，你觉得怎么样？好，我同意。我也同意。职工那边，我来传达。那财务方面我会安排妥当。我保留意见。啊，我知道你在家，你出来！你告诉我，我明明得了第1，凭啥不让我当销售经理？你出来！慢点。那姨你好好休息，厂长刚才走了。好，你今天辛苦了啊，快回去休息吧。哎，好。你好点没？好多了。倒点水去。太平，你这咋又喝酒了？啊？你干啥去了？你妈昏倒了，在医院里面打了1天的吊瓶，你不去看她，还跑去喝酒？哎呀，没啥事情嘛，都老毛病了。你再说太平也不知道。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老惯着她了，你看把她惯成什么样子了。我喝酒，还不是因为你。刘主席已经找我谈过话了，说厂领导开会决定不让我当销售部经理，这肯定是你的主意。我凭自己的本事拿到订单，赢得工人们一张一张的选票。爸，除了你，哪位领导会不同意我当销售部经理？你凭啥违背民意？你这就是固执、古板。你再说一遍。你是固执、古板。哎，放手！来，大个大！
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来？怎么了？我没让你当这个销售经理，你不服气是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当吗？你去跟你妈说清楚，你那个林场的订单是怎么来的？你胆子不小了，你敢偷偷摸摸的去找蔡叔叔，这是什么行为啊？你这是作弊！你让全场的人知道这件事儿，你把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葛太平，我告诉你，全场上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当这个销售经理，就是你没有资格。就我没资格，我凭啥没资格？蔡厂长肯签这个合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要不是我千里迢迢跑一趟云南，这订单能拿下来吗？爸，从小到大，我除了有个名声是你厂长的儿子之外，在你这儿我占过啥便宜，享受过啥待遇啊？大专一毕业，你就把我下放到车间，你还特地嘱咐车间主任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去年虽然把我调到了销售科，可是只要我犯一点点错误，你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口就骂。我这么大个人，一点尊严都不要吗？你让我很难做人。还有，我风吹日晒全国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订单，我抱怨过吗？爸，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还想当这个销售经理吗？我就是想干出一番成绩来，让这些当爹的看看，从小到大被你瞧不起的这个儿子，他不是废物，不是。他翻了！哎，玉凡，你没事吧？快坐。你没事啊？没事。我给你倒点水去。你能听我说几句吗？能跟你成家是组织上安排的，你是国家的栋梁，厂子里的人才，而我呢，就是个农村女子，大字也不识几个，能嫁给你，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虽然说我比你大几岁吧，但是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你、尊重你、崇拜你。跟你成家的这些年，不管是吃穿住行还是大事小情的，都没有让你操过心。这20多年来，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也没有跟你红过脸。但是现在我想说你几句，我一定要说你几句。你对太平太严厉了。太平早产，这你知道，从小就身子弱，经常生病。虽然说他不是那么聪明的娃，但是他一直都特别的用功，但是学习成绩吧，一直都不见提高。我知道你是望子成龙，但是你天天对他吹胡子瞪眼睛，弄得他从小就害怕你。这些年，他为了得到你的认可，一直都在努力的做着每一件事情，而你呢，你都没有正眼看过他。就刚才他说的那一番话，也是我在心里头好多年不敢说，娃心里头委屈。你们父子2个，如果再这个样子下去，
万一那天你们两个可咋办呀？哎，你别说这些这的话，我难道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吗？我为啥不让他当这个销售经理？你想想，这件事情如果让厂子里面人知道了，人家一定认为我这个厂长是滥用私权扶自己儿子上位的。到那个时候，他就算是有成绩，不会有人服他的。厂子里面不是没有给他机会。接下来3个月，厂子里面决定让他和艾长安一起竞争这个销售经理。到时候他如果真的赢了艾长安，我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相信全场的人也都会对他刮目相看的。我就是希望你们父子两个好好的。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10点，市政府会同市公安局以及市交通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一次为时3个月的卡车专项大检查。最近几年，随着特区新一波建设热潮的来临，本地道路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走私、诱堕和报废卡车。这些车辆因车况较差，严重影响市民交通安全，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无锡阅读会。我盼望的新闻终于出现了。是，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咱们俩现在得去机场接马库斯了。好。谢谢。坐，马库斯。南方分公司落地深圳才几个月，就能这样快速的布局，非常了不起。Nick， 一开始我对你提拔 Sharon 作为南方公司的总经理还表示怀疑，今天才明白，原来 Sharon 这么有想法和能力。现在我完全相信，把南方分公司交给你和露丝，你们很快就会让威曼成为南方卡车市场里面的 Top 1。Max， 其实这主要工作呢都是 Nico 和 Sharon 做的。用我们中国话讲，他们这对 partner 叫做珠联璧合。珠联璧合，谢谢你，又让我学会了一个新词。但是，我希望我们威曼是群英荟萃，你们说呢？你说的没错，我们威曼就是要把各路精英汇聚一堂，共同努力，共同奋斗。这次来有一件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威曼是国际品牌，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价格偏贵。中国企业大多比较务实保守，花这么贵的价格买车很难。刚才你们也告诉我了，深圳这边要开始查禁走私车和诱堕车了，这样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很难得的机会，扩大南方市场占有率。所以我准备给德国总部提个建议，对中国市场销售的卡车进行减配降价。马库斯，你准备降价的幅度大概是多少？我考虑了一下，比如采用老款发动机，比如取消空气悬挂，另外还有一些高级配置，价格大概便宜到20%到30%之间吧。马库斯，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不同意。我们今年发布的新款车，跟客户介绍的时候，都一再强调它的发动机有多优秀。如果上市的新车没有了这些高级的配置，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客户解释。别忘了，威曼是国际大品牌，
这个品牌就代表着技术领先、品质超越。如果说我们为了抢占市场，就急匆匆推出一些低配车，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品牌太急功近利了，而且也会折损威曼这几十年来一点一点树立起来的国际品牌地位。Sharon，你没必要担心，高配车我们依然在卖，只是今年多出一个低配版，给中国客户做选择而已。马库斯，其实老实说，我也不同意减配降价。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做结论了。下面这几天我跟着你们一起去跑市场，听听客户的反馈，以后我们再谈，可以吧？好，我来安排。对 ，Sharon， 这是一份竞业限制协议，你现在已经是威曼的高管了，必须要签署一下。一旦与本公司解除合同，2年内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啊，他们外企都是这规矩，我们都这么签的。减配降价这件事情，我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完全不用在意他们2个人的看法。你既然支持我的意见，那你刚才怎么不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听听你的理由。露丝，集体签约会上的那件事也是你私下安排的吧？没错，是我。马克思，我想你不应该这么健忘吧？几个月之前，你找我来筹建南方分公司的时候，给我许诺的条件是让我来做总经理，没错吧？可是现在呢？这件事我言而无信，我已经向你道歉了。你需要我卖命的时候就给我开空头支票，然后看到尼克更有利用价值，就答应他让Sharon来做总经理。这个时候，我是需要利用尼克。在中国，你不能只看一个人是谁，你更要看这个人背后站着的是谁。说明白一点，威曼能在北京成立总公司、打台销路，全靠尼克家里的关系。尼克的背景我早就有所耳闻，可是你别忘了，德国总部能够派他来担任威曼大中华地区的副总经理，也是因为他的能力、眼界、经验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出众吧。站在我这个层面，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可是对你这个总经理构成极大威胁的人。OK， 那咱们谈谈合作吧。你帮我挤走 Nick， 我让你取代 Sharon 的位置。到时候威曼大中华区，也就是我们2个的天下。怎么样？郑夏，今天你反对减配降价的方案，你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真实想法说了，其实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根本不是担心会影响什么威曼的国际品牌地位，而是在考虑别的，是吧？威曼一旦减配降价，势必会抢占一部分国产中卡的市场，而这一幕是你不想看到的，对吧？班长果然还是厉害啊！咱们同学一场，我还不了解你啊。在你的心里啊，一直抱着技术报国的理想，即便身在外企，可这心里啊，依然会挂念着像华企那样的老国企。华企毕竟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我父亲奋斗一生的地方。虽然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并不代表我根本就不关心华企了。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消息，
德国总部那边已经在慎重考虑，也许是独资，也许是合资，但是下一步一定会在国内建厂。如果真的在国内建厂，生产成本降低，也没有进口税，产品价格就会降低很多。那到时候国内车企的日子岂不是更不好过了？如果威曼下一步真的可以在中国建厂，并且由我来负责管理的话，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最终也一定可以形成我们自主研发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咱们中国的重卡才能真正的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跟世界任何产品同台竞争。今天说的这些话，我父亲当年也经常提起。是啊，当年我也听沈总工很多次的提起，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敢忘记。哎，长安，哎，廖总工，这张沈总工当年使用的桌子，我们一直留在这里。我们是想把沈总工对技术痴迷的精神和他对华气炙热的情感一直延续下去。沈总工主持设计了5吨和7吨的军用重卡，现在由我们来接班，设计华气新一代的民用重卡。钱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我们一定要把技术工作做好。怎么样，长安？廖总工，听您的。这几位都是老夫人了，来吧，我们说点正事儿。前天听了你的竞选演讲，我很激动，连夜画了几张图。除了你设计的空调卧铺重卡，我又查阅了资料，还设计了这种集装箱牵引车头，还有这种矿山工地用的自卸车。廖总工，我去过深圳的码头，全都是这种集装箱牵引车，可都是进口。要是咱们能生产，那一定卖得好。既然开始研制民用重卡，那就不是一种，而是可以成系列的开发，像什么冷藏车、消防车、油罐车、搅拌车等等。总之啊，以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发什么。而廖总工，这发动机对咱们来说是个难题吧？沈总工在的时候，本来打算5改期结束就开始研发2代发动机，可是沈叔这一去世，这工作也没法继续下去了。是啊，缺了他那个发动机专家，我们就玩不转了。这几年我们只能从东柴购买发动机，可是人家生意好，不愁卖，就年年涨价，我们都有点吃不消了。啊，对了，最近一直在忙，没顾得上问你，2代发动机的设计怎么样？我在德国培训期间，特意研究了一下他们最新的发动机。相比之下，我们的设计思路确实落后了，所以我决定，我要放弃我父亲设计的图纸，重新开始。但是，我设计了一段时间，刚一回国就被你拉来深圳了，我也没有时间再继续设计了。是，这么说是我的错，那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毕竟以前我也夸下过海口，说要跟你一起完成2代发动机的设计，所以以后啊，无论有任何事情，你尽管交给我去做，好吧？好啊，那我以后用人的话，可就不跟你客气了。真不客气啊！啊？哎，吴姐，哎，您这招标书我刚收到，我再跟您说个消息，我们华气已经开始研发新的民用重卡了，3个月之内，第1批新车就能投向市场。请进。
吴总您好。长安，30天之内务必做好你的投标书。我这还有客人，我就先挂了。哎，好嘞，回见啊，吴姐。告诉二位一个好消息，之前不是请你们帮忙打听华汽的司机吗？我的恩人已经找到了，就是刚才我打电话那位，叫做艾长安。是吗？太好了。哎，沈总，长安也是华汽子弟，从小在华汽长大的，你不认识他呀？认识。想谁呢？吓我一跳！我刚刚打电话，好像听见沈夏的声音。就是沈夏，他一定是奔着这个瀚海的招标去的。你们俩这回真要同场竞争了？怎么样？那你现在更需要我这援军了吧？正式宣布，何小军自愿加入销售二组，给你们二组增添1员大将。小军儿，你可想好了，我这个二组3个月之后很有可能就被撤销，到时候你就得灰溜溜的回到你那车间去，而且这3个月只有基本工资，1分奖金没有。你头天认识我呀？我要是在乎那些的主，我压根儿今儿就不来了。你痛快点，要不要我吧？我当然求之不得了呀！我告诉你，小军儿，你的到来不是给我们二组增添1员大将，而你就是我们二组唯一1员大将。还真是啊！哎，这不正好吗？你说咱哥俩多久没一起干过大事儿？记得小时候吗？咱期间组队掏鸟窝，就咱俩一队，配合默契十足，一掏一个准儿，让太平他们输得干着急。这回啊一样，咱就拿出掏鸟窝的精神，保证是一掏一个准，订单多得很。那你咋不说你掏10个鸟蛋9个碎你手里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次订单十分重要，这鸟蛋碎你手里的事儿可别再让我看着。你就放100个心吧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这次可有点生太平的气啊，不够哥们儿。你说的销售一组人才那么多，也不说分你1、2个。太平做的没错，人家是高票当选，按照规矩，太平现在应该就是销售经理了。可是现在厂里搞1、2组竞争，你仔细琢磨琢磨，怎么看都像是在偏袒我艾长安呢。太平没冲到我屋里指着我鼻子骂我，已经很给面子了。长安，你知道为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愿意跟着你吗？你这人心思就没歪过，从里到外正正当当的，顶天立地的，跟着你我心里头踏实。我就是一杆枪，甘愿交到你手上，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行，相信2位老总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招标书了吧？已经收到了，我们已经专门成立了小组来写投标书，希望这次能够跟瀚海集团开始我们之间的第1次合作。我们也希望如此。我听说瀚海呢是一家与香港合资的企业，之前听吴总您说过，准备拿下几个省里的重点工程，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我在想，假如让您的甲方以及各级领导知道瀚海集团拥有一支威曼重卡的车队，
那会不会从侧面也证实了瀚海集团的势力呢？购买什么样的设备和车辆，那肯定是实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瀚海能拥有一支威曼的车队，那肯定能说明点什么。但是，能不能合作成功，还得看两位老总的报价了。沈总，你说呢？我觉得你说的对。接下来，我将要把咱们二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啊！这是瀚海的招标书，30天之内你必须把它完成了。哎呦，这么多要求啊！哥们儿可真没做过啊，真不敢拍着胸脯跟你说能做得出来。你得相信你自己，你是咱们二组唯一的一员大将，你绝对能完成。咱俩分头行动，我得去趟深圳。又去深圳啊？啊，深圳这次可是查禁走私车还有诱渡车上路情况，动作非常大，肯定很多单位得换车，我得赶紧去跑市场去。行吧，那我就拼尽全力，无论如何把这投标书给你弄出来。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这次招标咱二组必须拿下，拿下！现在就开会吗？马克思不是还没来吗？我是想提前过来跟你聊一聊关于昨天吴总的那句话，你怎么看？你指的是他的哪句话？就是他说瀚海能不能拥有一支威曼的车队，就取决于咱们的报价。每个购车方不是都会这么说吗？是，可是这次瀚海的招标对咱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咱们进入南方市场的第一站，无论如何不能输。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俩都在了哈，我们赶紧讨论一下减配降价的问题吧。今天陆氏带着我跑了几家有购车意向的公司，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减配降价都挺感兴趣的，而且他们说了，现在也有别的大品牌在推出低配版，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威曼的品牌价值。Nick， 你和Sharon去了瀚海，他们那怎么说的？瀚海的吴总其实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我们这次投标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报价。我呢，也把我们打算推出低配车的方案告诉了他，吴总表示完全可以接受。那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还是原来的配置和定价，瀚海就不会买威曼的卡车，是吧？基本是这样。那你现在的态度呢？你赞成减配降价吗？我赞成。Sharon， 你的意见呢？看来 Sharon 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Lucy， 你呢？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同意减配降价。好，那我们4个人等于投了票，3比1，